江小媛的身份有2个人曾有过怀疑，江奶奶和蒋博。江奶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虽困惑江小媛的变化，但想不到是平行时空作祟。至于蒋博，他一直好奇江小媛的美术功底和对奢侈品如数家珍的底气是从哪来的，最后只好归咎于江小媛有天赋。蒋博和养母的交易。江小媛是个败家女，父母整日奔波，没有时间管她，她的身边除了保姆就是狐朋狗友。冯瑞雪是江小媛同学，她漂亮，会说话，很有管理天赋，江小媛投资给她开了一家咖啡厅。相比养尊处优的江小媛，家境不好成了冯瑞雪的心病。她总觉得即便将来发达了，自己也只是个不上档次的暴发户。冯瑞雪插足江小媛和霍博宇的感情，而在另一个时空，她和霍博宇拍婚纱照时遇见了前去救场的江小媛。在新的时空，冯瑞雪不认识江小媛，她一身闪闪发光的名牌，除了相对便宜的围巾，没一件是真的。以前冯瑞雪穿山寨，江小媛拿她当朋友，只觉得她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不容易，常送她礼物。穿越后，江小媛一穷二白，即使看穿也懒得说破，给冯瑞雪化完妆就走了。曾经江小媛以为独自出国就已经是人生低谷了，直到她穿越到了祁连的时空。高中那年，祁连父亲的私生子带人在学校门口堵他，两边的人打了起来，祁连的小弟捅了人，被判了刑。另一个朋友听说了，出门喝得酩酊大醉，回家看见父亲又在家暴母亲，一气之下杀了人，酒醒后自己跳了楼。还有一个被家里强行送出了国。时隔多年，坐牢的刑满释放，出国的进了单位，陈方舟结了婚。江小媛给陈方舟的妻子免费化了新娘妆，还给他包了个大红包。等他开公司的时候，陈方舟的2胎都要生了。江小媛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刚穿越的时候，是张秀琴载着他进城，还留他在家里住了1晚。张秀琴的院子里有个叫彤彤的孩子，生病烧坏了脑子，经常朝人扔东西。张秀琴晕倒时，彤彤刚好朝他扔了一盆花，院里的人都说是彤彤家的错。彤彤的母亲是个悍妇，天天堵在张家门口骂他们讹人。一天，江小媛去看张秀琴，听见了，风风火火走到悍妇面前，毫无预兆地扇了对方一耳光，然后溜之大吉，算是替张秀琴母女出了口气。江小媛一开始在陈方舟的理发店上班，以海伦为首的一些同事很是看她不顺眼。后来江小媛改行跟着蒋博做了化妆师，回理发店剪头发的时候，店里的员工纷纷出来和她打招呼。当年掐得跟乌眼鸡一样的海伦等人，因为和江小媛没有了利益纠葛，仿佛自然而然的就一笑泯恩仇了。蒋博有真材实料但孤高，江小媛为了学技术对他万般忍让，直到蒋博让他买点好衣服穿，伤到了江小媛的自尊心。他狠狠地瞪着蒋博道，会有你请不起我的那一天，等着。江小媛言听计从的时候，蒋博是十分看不上他的，觉得他窝囊。江小媛终于发脾气了，蒋博反而对他刮目相看，不仅没有炒他鱿鱼，还给他钱买衣服。从那之后，如果蒋博是因为工作问题而发脾气，江小媛就一声不吭地听着，但若是蒋博没事找茬，他就尖酸刻薄地喷回去，直到蒋博缴械投降。一来二去的，蒋博没有正当理由再不敢惹江小媛了。蒋博不喜欢唯唯诺诺的江小媛，但他在养母范小小面前也是如此。范小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化妆品生意，人脉极广。他反感江小媛，把蒋博关在2楼，然后以他的名义把江小媛诓去了他家。范小小收养蒋博的时候，蒋博已经超过13岁了，他很清楚他们之间不是母子那么简单。蒋博进范家的第2年，范小小就跟丈夫离婚了，此后又有过数段婚姻。每次范小小嫁人，蒋博就能得到短暂的喘息，一旦婚姻破裂，蒋博的噩梦就来了。范小小给蒋博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而蒋博要做的就是与他维持令人恶心的不正当关系。江小媛开公司，江小媛不喜欢范小小，认为他的眼神里有种高深莫测的鬼祟。范小小习惯性的掌控蒋博，明明是前夫甩了他，他会告诉蒋博自己是为他离的婚。
他就像一根绳子，死死地拴得蒋博抬不起来，大部分时候只能选择沉默。看着蒋博事业如日中天，日渐衰老的范小小加紧了对他的精神控制。他可以没有婚姻，但不能失去蒋博这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宠物。江小媛去了范家，毫不退让地与范小小针锋相对。一直畏惧范小小的蒋博终于鼓起勇气走下了楼梯。范小小试图道德绑架蒋博，说是自己培养了他。蒋博看了范小小一眼，说出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心声：妈，我只是从灰烬里摸出了一条路。从范家离开后，蒋博和江小媛给他们的公司取名涅槃，江小媛占20%的股份。范小小和蒋博闹翻，涅槃损失了几乎所有的大客户。祁连拿出家当，也入了股。为了增加客源，江小媛报名参加化妆师比赛，祁连拉上媒体朋友去给江小媛造势。决赛现场，作为嘉宾的范小小把江小媛的作品贬损得一无是处，三言两语就将她塑造成糊弄外行的心机女，还不顾脸面的接二连三给了江小媛低分。最后一轮，江小媛只得了2票，分数垫底。祁连拿过话筒，表示自己和身边的人至少投了3票，质疑主办方造假。随后，祁连看也不看范小小那张铁青的脸，拉过江小媛就要走。主办方连忙派人公关，解释是实习生没有检查好设备，导致投票权的电路串了，然后追着把证书递给了江小媛。有范小小干扰，涅槃注定没法壮大。蒋博和江小媛商量后，决定去北京发展。比赛完，范小小发疯一样的抓住出租车的车把，不让蒋博离开。蒋博掰开了范小小的手，终于没有再对范小小说什么。范小小追去了机场，突然从包里拽出一瓶浓硫酸砸向蒋博，旁边的路人惊声叫了起来。蒋博下意识地避开，但手还是毁了。一直以来，蒋博对范小小的感情都是复杂的，他厌恶范小小，但也心存感激。事发后，蒋博表示，不管范小小是被关进监狱还是精神病院，他都不会再管他了。江小媛替蒋博惋惜，但蒋博认为用一双手换来没有心理负担的自由，很值得。蒋博出事的时候，江奶奶因为低血糖住了院，灯塔再次找上了江小媛。祁连及时赶到，向江小媛表白。他们带着江奶奶一起去了北京。祁连租了2间屋子，江奶奶和江小媛一间，祁连住对门。初冬的夜里，祁连、江小媛和蒋博在快餐店里蹭着免费的网络，开了第一次涅槃的股东大会。井号电视剧脱轨，井号